王一博主演的第二部电影《长空之王》即将在接下来的五一档和大家见面。目前来看，他主演的几部电影都选在了比较热门的档期播出。之前春节档的时候，就有多部热门的影片同期播出，但因为它的题材比较特别，阵容也很强大，所以票房数据也很好。这一次的《长空之王》是与飞行员相关的题材，王一博每一次选择合作的题材都很深刻，而且在影片中都会有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镜头。目前《长空之王》已经开通了预售通道，累积到现在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7000万，因为有王一博，数据方面的问题也就得到了保障。王一博上部电影开通预售通道的时候，预售的票房也是领跑其他同期影片的，这一次选择的档期也非常好，大家都能够看出其他的几部同期上映的电影都是比较轻松而且小众的，所以对于长空之王来说，这一次同期上映的电影都不算是太强大的对手，实际上每一部作品都应该和自己比较，口碑才应该是自己最大的对手。如今影片的首映礼也开始了，很多观众也有机会提前的感受这部影片。从视频中大家能看到，演员沈腾也现身了这部电影的首映礼。沈腾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位艺人，也是票房突破200亿的一位优秀演员。在这部影片的首映礼，沈腾观看的时候被电影的内容感动到流泪。沈腾虽然是一位喜剧演员，但他的感情还是很丰富的，能够被感动也说明电影是有代入感的。沈腾是军艺出身的一位艺人，相比较其他的艺人，他能够走到今天经历了更多。在《成功之王》这部电影中，也有很多对于空军和飞行员的培训要求，相信这样的一些电影情节是能够让沈腾感同身受的。对于王一博来说，拍摄这部电影是有一定难度的，在此之前他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他需要完全的让自己融入到角色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大家塑造出更生动的形象。对于王一博这一次新电影的上映，粉丝们在期待的同时也有很多顾虑。上一次无名上映之后，粉丝们也感受到了黑粉大规模的抹黑，虽然王一博很少对这一类事情做出回应，但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王一博的热度和流量有目共睹，会受到抨击，也属于是娱乐圈中的现状。人红是非多这个定律是适用在任何艺人身上的。王一博自从进军电影圈之后，陆续合作了很多知名的导演，也合作了很多优秀的前辈艺人，大家都觉得他的运气和资源都非常好。实际上这背后也是因为他的身上有符合角色特性的气质。很多知名导演都曾有过优秀的代表作，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口碑去赌，敢选择王一博也是因为他值得。接下来电影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还是希望网友们都能够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评价。长空之王浓缩呈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试飞历史，讲述了在试飞局队长张挺的带领下，一众新一代年轻试飞员成长的故事。宁愿飞机摔在试验场的跑道上，也不要让飞机被敌人击落在战场上，这是在采风过程中最让编剧桂冠记忆深刻的一句话。他介绍，电影中很多角色都有着现实的人形，因工作的高风险性，一直无法得到家人理解的雷雨，王一博士便是其一。王一博也谈到影片中雷雨一角与父母关系，当父母突然到访试飞局时，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对话，面对父母的不支持，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该怎么劝，但父母最后的一句注意天气，已经给了雷雨莫大的鼓励和力量。谈到对试飞员这个职业的理解，胡军认为，危险科目的试飞员一直是带着恐惧在完成自己的任务，飞行的过程就是克服自我恐惧的过程。而为了让试飞小队队长张挺这个角色更真实，胡军透露，他在剧本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细节设计，不管是什么样的英雄，他起码是个人，到最后生死关头都想活下去，所以撞地前最后做了3下尝试跳伞的努力，想着万一能活下去。导演刘晓世表示，去长空之王这个片名有2层含义，第一层是歼20是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跟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歼20仍然是一款性能非常卓越的飞机。第2层意思则是长空之王代表了为这个社会、为国家、为中国航空技术的进步，为国防安全做出卓越贡献的航空人、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刘晓世说，王一博亮相长空之王上海首映礼，这次一同现身的不是我们硬汉社牛胡军，而是导演及剧中饰演王一博母亲的江洪波。不同于北京首映礼，胡军带队的试飞小队
铁骨铮铮，气势恢宏。这次上海首映礼主打柔情似水，乖巧可爱。这次王一博的采访过程中，作为主演，问题明显都集中在他身上。路演现场的他，针对这些问题侃侃而谈。王一博一直以来给人酷盖的高冷都是表象，真实生活中，现场实况，他却是个带着点稚嫩感的小年轻，有点社恐，时不时偷笑，谦逊有礼貌，很低调的一个人。回答问题的态度都相当认真。面对现场提问，王一博的回答都很真诚严谨，貌似很多人说他给现场提问者回答了不少剧中的细节设计，比如为何是非人雷雨头上扎了小揪揪的原因，还有一位老先生问到了战机上的问题，他都分享了自己的感受。这些视频被放出后，很多人看后纷纷留言，原来王一博不是那个不懂说话的人，而是回答问题很真挚，不含糊，不糊弄，很直接，对角色的感悟力很浓烈。涉及到战机细节的情况，也会提前问导演能不能说，是个严谨的人，更是一份认真的态度。不过，不多人看完路演现场的提问，都说这孩子太实在了，剧透太多了。不过这是因为现场不少人都是观影后提出自己的想法，自然是针对观影后的疑惑对应的回答，所以会剧透了很多细节。不过没有关系，这个不应该是影响我们走进影院看这部作品的原因，毕竟这是商业片，更是我们的国之重器，教育意义非凡，适合全民观影的作品。这次的王一博出现，状态挺好，这次还是带着点暖，全程保持的亲和力，时常浅浅的微笑，所以好多人说他很乖很可爱，没有了昔日的酷盖范了。的确如同刘晓世导演说的那样，和王一博接触后，发现他比同于网络上呈现出的那般，他是一个表面冷内心柔软的人，很敏感，情感很充沛的一个人。真诚的导演说出了诚恳的评价，也许这才是直观给了我们真实认识王一博的机会。王一博这次饰演的是非人，真的很讨喜，收获必然不会少。他的票房号召力我们不用多说了，估计上映前票房能够破亿，再加上这种题材的作品，目前的排片量也增加了不少，国之重器需要我们重点推广。这次上海首映礼，王一博再度成为小朋友追捧的对象，不单纯是因为街舞认识他，这次是非人，很多小朋友看完后都说更喜欢这个大哥哥了。王一博又收到小朋友画的作品，收到后他挺认真的看了画的内容，全程面带微笑，估计心里美滋滋的，没想到自己收割了这么多儿童粉吧。万万没想到4月份电影票房榜首竟然是动画《灌篮高手》，其上映6天便拿下 4.06 亿的票房。截止至发稿前，作为他国引进的动漫《灌篮高手》成绩显著，情怀让热度居高不下。由成龙主演，吴京友情出演的《龙马精神》上映19天终于突破了2亿票房进账。截止至发稿前，该电影除了剧情尴尬无趣外，影片中还强插煽情的画面，而女主刘浩存偏偏路人缘不太好，遭到许多人的抵制，导致票房一直不乐观。面对如此不景气的电影市场，终于即将迎来5一黄金档期。5一档期有多达10几部电影上映，其中王一博、胡军、周冬雨领衔主演的《长空之王》被视为能拿到档期票房冠军的电影，定档于4月28日。目前来看，《长空之王》影片预售票房突破7087万，打破近5年5一档新片预售票房纪录，而影迷也是对其极大的称赞。该电影凭什么这么豪横，见证是非人的不易，自豪与风险并存。长空之王讲述的是雷雨王一博是等是非人在队长张挺胡军士的带领下，参与到了最新型战机试飞的故事。在万丈高空之上，战机随时会发生意外，比如发动机骤停失火，飞机失去控制等一系列未知数。他们一次次与死神过招，只为获取最极限的数据。1956年7月19日，首位试飞员吴克明驾驶国产第一架歼5战斗机冲上蓝天，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进入喷气时代。之后，随着每一代新飞机的出现，都可以看到试飞员的身影。试飞员也被称为和平年代最接近死亡的人，可见其存在高风险。我们平时乘坐的飞机都是经过各种条件下的上百次测试的成熟型飞机，但是试飞员驾驶的是刚刚开发的最新型飞机。与民航客机不同的是，试飞员驾驶的战机普遍技术差或者代差，这可能意味着之前的技术已经被淘汰，从而导致新型飞机的不稳定。一方面，驾驶新飞机对试飞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因为这些飞机根本没有经过实践测试，如果技术不够强，很容易在试飞过程中出现事故，甚至直接坠毁事故。另一方面，试飞员的职责是挑战新机的各种数据极限，比如极限高度、速度和逃生功能等。挑战极限就意味着触碰危险的边缘，这让试飞员变成了刀尖上的跳舞之人。一直以来，试飞员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职业，无数无名英雄为我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青春、鲜血，甚至是生命。这些人是我国空军真正的缔造者，是我国新型战斗机研制的先行者，是我们冲天利剑的守护者，是我国国防力量发展的见证者。在这里，我见证了新一代试飞员的成长，也讲述了老一辈试飞员和新试飞员的传承。这种试飞精神是整部电影的精髓所在，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看完电影才会让人热血沸腾，才会为电影中的执着所征服。因此，试飞员是一份崇高的职业，有着不一样的家国情怀。大多数试飞员当飞机发生事故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安全，而是保护战机和数据，因为战斗机价格不菲，是真正的国家财产，试飞的数据才是试飞的目的，只有保存了数据，才能对战机进行相应的改进。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试飞员在执行试飞任务时，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据统计，迄今为止，中国空军试飞员已成功试飞了180多个型号，22000多架国产飞机。这份闪亮成绩单的背后，是500多次重大险情和32名优秀试飞员牺牲的宝贵生命。中国战斗机的成功，每一寸都是试飞员用生命换来的，这并不夸张。也正因为如此，试飞员的故事才值得去理解和感受，我们才能体会到长空之王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民族的自豪。顶级加实力派，保证了票房。顶级王一博和演员梁朝伟主演无名，虽然人气很高，但也拿下了近10亿的票房。但因为王一博在某次路演时说错话，虽然影片表现不错，但还是为他获得了绝望的文盲的称号，被央视报道点名批评。所以长空之王似乎成了王一博的救命稻草。如果影片表现出色，王一博很有可能借此翻身。所以王一博在这部电影上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作为国家一级演员，胡军演技精湛。2021年，他将与吴京、易烊千玺等实力派一起出演《长津湖》，而该电影斩获57.7亿的票房收入，位列影史榜的第1位。而胡军饰演的雷公也是可圈可点的，把志愿军的血性完美诠释了出来。而女主周冬雨更是不得了，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0年因主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山楂树之恋》而被观众熟知，并凭借此片获得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女演员奖。其后凭借《七月与安生》荣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更是一位把金鸡奖、金像奖、百花奖等奖项拿到手软的女演员。如此资深的老演员，演技容不得我们去质疑。该片的导演一直有着行走的军事百科全书的称号。长空之王虽然是其独立执导的首部上映的电影，但是凭借着其丰富的拍摄军用装备宣传片的经验，这一次也能够再次带给观众大屏幕前所未有的震撼。总而言之，长空之王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试飞员的丰功伟绩，能有这么好的作品出现在五一档期，真的太好了。看到这部电影的剧本和质量，没有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丢脸，衷心的感到自豪。回想当年战争时，我们在空军上的软肋，到如今有值得骄傲的战机，衷心的感到自豪。最后祝愿该电影票房大卖。